舒月啊，如今你这签术越来越厉害了，都快赶上我了。小姐，您才是祖师爷，在您的面前，我只是班门弄斧。这签门的规矩啊，我早告知过你，10赌10输，不赌为赢。虽然你已经学会了签术，但出狱后断不可以赌为生，记住了吗？我赵书月发誓，这辈子都不会以赌为生。舒月，出狱后带着你的女儿好好过日子。赵书月，出来之后好好做人。宋阳，是先天性失聪，无药可治。那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让我的女儿听见吗？我不想让她一辈子都活在孤寂里。定制助听器的话，需要50万，你好好考虑一下。50万？钱我会想办法的，我一定要让我的女儿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你们回家。阿婆，你在哪儿？小天，你得帮我。赵书月，你涉嫌多起仙人跳案件，由于金额巨大，跟我们走一趟。安安，妈妈不能陪伴在你身边了，你不要怪妈妈。我一定遵纪守法，不再犯错。去吧。安安，这10年是妈妈对不起你，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弥补你。来看一下新到的蒜头，还有西红柿。喂，赵阿姨，不好了，安被赌场金老板给留下了。什么？这么好的天牌，我怎么可能会输？怎么会这样？小姑娘，走吧，跟姐姐回家。哇，这么厚，老娘姐服了我！下，走哥进了！啊哈哈！哎呀，服了！哈哈哈哈！来，姐姐。输了，又输了，再来一把！我不信我能一直输，我要把输掉的本钱全赢回来！
妹妹，你的赌资已经输光了，你拿什么跟我玩啊？那就一决定胜负，赢了，你把桌上的筹码全部给我；输了，我就跟你回家，怎么样？好魄力！既然如此，把这份赌约给枪。如果输了，这就是你的卖身契。再来！来，跟姐爷回家。不要！不要！放开我！多少？妹妹。这赌注可是你自己下的，现在想后悔来不及了。把他给我按住！放开我！我女儿！白虎压青龙，关公居正午，天王压四方，二虎食高炉，坐东面西，紫气东来，好局，好局啊！哟，这娘们长得也不赖呀，做个局说不准能把她也留下来。到时候母女俩人一起，我一夜未归，就在这里赌了一夜。谁让你来的？我的事不用你管。他一共输了多少？你女儿输的不只是钱呐！赵安安，你疯了吧你！10赌10输，你是不知道啊！输钱就算了，你还把身子都输给人家，你看不出来他们在给你做局吗？说了我的事不用你管。赵阿姨，现在当务之急是看看有什么办法，先带安安离开这里。宋老板，安安小不懂事儿，您大人你大量，说个数，我砸锅卖铁都一定还给你。喂，我最不差的就是钱呐！要不这样，你跟我赌一把。我要是不配，那你总可以。你女儿必须要留下我女儿，你再找死！无聊解乏的时候，让你陪我玩牌，没想到你竟然偷偷出师了。乔姐，在你的面前，我可不敢说出事，只是闲来无聊的时候研究了一下而已。这前门的规矩，我早已告知过你，10赌10输，不赌为赢。虽然你已经学会了签术，但出狱后断不可以赌为生，记住了吗？我赵书月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一赌一胜。乔姐，我曾经答应了你，出狱绝不碰赌。可现在他们抢走了我的女儿，我不为钱，只为以计贩毒，带我女儿回家。你就是一个刚出狱的卖菜大妈，你怎么可能有能力比得过金老板？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承担，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妈妈一定带你回家。10年，被捕入狱整整10年，这10年你哪一天帮过我？现在假惺惺的跳出来装什么好人？我不需要，你快走啊！安安，下雨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跟这个野种玩！他妈是，哎，脏死了！走了，走了，走了。当初为了赚钱给安安买助听器，我走上歧途，让安安受了不少委屈，还缺少了10年的陪伴。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会护安安周全。这是我的地盘，你想走就走啊！金老板，何必和一个孩子计较呢？我答应你赌，你是这个臭女人！你是真墨迹！不如我们就来玩炸金花吧。好。既然要赌，那你的赌资呢？这是我全部的积蓄，10万，换人筹码。疯了！这是你辛苦卖菜攒下来的钱。姓赵的，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输了，你和你女儿今天晚上都得留下来伺候我。不过春宵一刻值千金呐，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赢呢？那如果我赢了呢？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不如这样，你如果能赢走我桌上所有的筹码，我不仅放你女儿走，还有这些钱，我一并送给你了。好，你疯了你！答应的这么快，难道他在扮猪吃老虎？买菜的，还有件事，跟我们金老板玩炸金花，有个公认的规矩。什么规矩？这场赌局3个尖最大，2、3、5不能绝杀3个尖。行，那如果出现被抓呢？那当然是按照赌场的规矩判输，并且留下一只手啊！因为牌局引发的任何问题，也同样按照赌场的规矩判我输，听了吧？金老板大气。既然这样，那就开始吧。请双方验牌。会不会呀？你这么咔咔咔洗呀？咔咔咔。对。2位，请掐住，底注为1000。
还真是个新人，就这也敢问我？请下注。赵小姐，女士优先，下注。妈，这一期可以跟。这牌呀，我不喜欢，不要。赢，赵小姐，性情中人，咱们下一把。你要是听我的，早就赢了。他最大也就这张尖儿，他会不会玩呀？不能这样和赵阿姨说话。请下注。看样子真是新手，竟然把今晚艳福不浅呢，还想跟我斗？今晚我要他们娘俩伺候我一整夜！哈哈。机会来了！妈，这牌型在炸金花里算很好的了。听我的，我爱你。哎，你这什么意思啊？这牌我还是不喜欢，那也不要了。不是，你最大的同花顺你不要了？你别告诉我这一把1000的底数，你把都要弃牌，非要等到3个尖你才上吗？这个赌场上面世事无常的，同花顺又算得了什么？我就算是下注了，金老板，你不是有的是方法赢我了？这明明是我赢的局，你听我2把都赢了，你不会逞什么能啊？你是来救我还是来害我的呀？大小姐，你要是真想赢的话，这样一直弃牌肯定是不行的。我发牌。请下注。赵小姐，怎么样？这次还要弃牌吗？既然金老板发话了，那我就押上所有的筹码，直接开你，你敢不敢？好魄力！我跟你不要！小姑娘，这赌庄之上无戏言，这丢出去的筹码，岂是你说收回去就能收回去的？事已至此，想要保全你，我们只能赢了金老板，现在只能相信赵阿姨。一张尖，怕不怕？怕也没用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姓赵的，你说我这第2张牌，他会不会也是尖？调皮！我操，又一张尖儿，对尖儿，再来一张就是最大的天牌。这里已经对尖了，如果这最后一张也是尖，那今晚慢点！怎么害怕了？我要加注。什么？你说什么？再给我来20万的筹码，这一把我赌你必输。啊！你疯了！这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了呀！金老板的牌很可能是天牌，这把要是输了，不说钱，就他们母女2人都难逃一劫。
他爸不是疯了，还敢加注？金老板赌场的钱庄，那可是9出13归的高利贷，你为了赢还真是玩得很啊！把房产证都抵押出来了，怕是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吧？啊？你什么意思？金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只有赢光了你所有的筹码才能带走我的女儿吗？如果我不加注，我赢也只能赢你10万，所以我要一击必胜。你是不敢了对吧？痴人说梦。何光，给他拿钱，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赢我。金老板，是最后一张牌，7。如果这最后一张牌也是劫，你们俩想好今天晚上怎么伺候我？要是这最后一张牌还是奖，那他们母女俩今晚可就惨了。不用猜了，金老板的赌术这么高超，就是将。3条签天牌，你输了。全完了，3条签是最大的牌，怎么办？我不要变成死胖子变我不要！啊，你冷静点，一定还有办法，一定还有办法。金老板，我牌都没开，怎么就知道我输了？你这卖菜的怕不是失心疯了吗？金老板拿的可是3条签最大的天牌，你拿什么赢？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请开牌。还想干什么？安安，你知道为什么10赌10输不赌为赢吗？我这山光明磊落，赌桌这是暗潮汹涌。今天我要你亲自揭开这赌场里最凶暗的一面，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所谓江湖的牌也有输的可能。他这3张牌最大也就是同花顺，怎么比得过金老板的3件豹子？他是疯了。你拿到第4张剑又怎么样？你还是赢。是。6张剑，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6张剑，这怎么可能？你知道为什么10赌10输不赌为赢吗？所谓江湖的牌也有输的可能。原来这才是赌。千门无论技术多高超，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金老板，这局你们输了。你出钱！金老板，桌签拿脏啊！你真出钱了？抽签被抓，这在道上的规矩是要动手的。你藏牌！金老板，桌签拿脏啊！我给你机会搜身，你要是找不到证据的话，你就必须给我和我的女儿道歉。好。啊！
没有。今天是赌场收月租的日子，他们拿走了钱，赌场交不起300万的月租，我的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死胖子，搜不到就是没有证据，还一句问题就是你庄家输了，我们不需要你道歉了，让你的人让开，放我们走。你等等，丁老板，你想得美啊！哟！今天这么热闹呢，丁老板。金老板，发生什么事儿啊？是他，赌王身边的鬼王，他可是赌王手下数一数二的高手啊！他有个癖好，只喜欢和高手对赌，并且是那种赌上身家性命的赌。碰上他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呀？哥，您坐。今天赌场关门，不想死的这么滚！叫他们走！滚！别看了，走！金老板，这个月的月租，哥，月租我本来已经凑齐了，是这个臭娘们她出钱，把钱给赢走了。捉奸拿赃，证据？我没找到。没证据，那就是时移不究了。这么多年，金老板从未失手，看来这个赵书月是个高手，有意思。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他陪我玩上一局。这位小姐，贵姓啊？姓赵。让赵小姐见笑了。既然你赢走了我的月租，不知道赵小姐是否愿意给我个机会，让我把我的钱赢回来呢？钱给你，我爸无事，不碰赌。安安，小陈，我们走。站住！钱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干什么？放开我！金老板答应过我，只要我赢了，他就放我们走。你凭什么出尔反尔？不遵守道上的规矩。你说的对，不遵守规矩者，断手为罚。我的手啊！现在金老板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他愿意跟我赌，那就留下你女儿的命。赵阿姨，此人也说了，跟他对赌的没有一个能全心全意退出的。我曾经立过誓言，这一辈子都不再碰赌。方才情急之下，为了不破坏道上愿赌服输的规矩，才破了一次。现在我用我的命换我女儿的命，我求你放过她。好一个母女情深，有意思呀！既然赵小姐愿意以身救女，那就当众脱下件衣服，再跪在地上学狗叫。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女儿完整的还给你。头、左手、右手、
身体、左腿、右腿，一共5个部位，每个部位一件衣服。如果你想救你的女儿，那就当众脱下件衣服，再跪在地上学狗叫。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女儿完整的还给你。臭娘们，要脱下5条衣服，那不就是连裤衩都不剩了？让你哥！妈，赵阿姨，不要！1、2。别看，怎么不敢脱了？那就乖乖的陪我走。妈，赢不了他的，快走，沾上赌博，是我自己自作自受，我自己承担。妈，如果不是我沉迷赌博，你也不会陷入困境；如果不是我听不见声音，你也不会剑走偏锋，被抓入狱。哎，听得到吗？安，月哥，妈妈，太好了，安，这是福利院捐红给你定制的助听器，以后你就可以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生活了。妈妈呢？哎，你妈妈为了赚钱给你买助听器，走上歪路，你也不要怪你妈妈。妈妈，都是我的错，我死了，他们就威胁不到你了，快走！我的傻女儿，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妈妈怎么可能看着你眼睁睁的死在里面？赵阿姨，事业过多，快送进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愿意跟我赌了吗？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竟然还不愿意跟我赌？如今前门人才凋零，咱们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高手，你凭什么不跟我赌？我赌，别什么？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赌，那你们就都给我去死！住手！谁敢伤我们大姐？谁敢伤我们大姐？东街霸主阿普，手下杀手无数，人称地头蛇黑阎王。西向金界龙头徐媚，手上金钱资源无数，掌握整个西界金融圈的命脉，坐拥东西两街全部娱乐场的情报王小天。得罪他的人都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可怕之极是这3个人里面最不能得罪，这3个人竟然都是他的小弟。阿普、徐媚、小天，恭迎赵姐出狱，小弟们来晚了。赵阿姨，小陈就在里面。
阿普，赵姐，您出狱了。啊，我马上就到。有人敢欺负赵姐，找死！什么？敢欺负我赵姐？虎哥，你放心，我现在就让小天搜集情报，找到赵姐的位置。虎哥学姐，赵姐的位置我已经找到了。今天他们都别想活着出去！没想到江氏三大巨头竟然是这个卖菜大妈的小弟，有意思。只要我将赵书月踩在脚下，是不是以后我就能称霸江氏？赵阿姨，安开始发烧了，必须送去医院。那赶紧，你带他去医院。难道黑道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在我的厂子里抢人，是不是也得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哼！快走！当初要不是赵姐将我们三人救下，给我们吃的，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想动赵姐和安安，先过我们店一关。桂娃，你这右眼还能看得清吗？姓赵的，他们能护你一时，可并不能护你一世。今天你要是不跟我玩上一玩，后果你可要想清楚。难道也不是素的？你既然愿意跟我赌，你们就都给我去死！他说的没错，阿普他们总会有不在的时候。按照他变态的性格，安安还会身陷危险。竟然这样，好，和你赌。好，和你赌。赵姐，我放下尊严，没再退让，但是他只想要我们的命。面对这样的人，只有彻底把他打死了，我和安安才能从危险当中脱了出来。我答应和你，不过要是我赢了，你得暗中赌约，放过我和安安，恨极不报比这个赌场。好，但是如果你输了，我要你。如你所愿，把这些都给我换成筹码。不知道赵小姐是想玩牌呢，还是玩骰子？随意。好啊，难得有人愿意陪我玩，那咱们就3局2胜。之前你是炸金花赢了小金，那咱们还玩软牌，21点。赵小姐，牌局没有人，庄为主，闲为客，规矩赵小姐应该都懂。咱们的游戏开始了。21点游戏规则：每位玩家起手2张牌，不足21点可选择补牌。若补牌之和大于21点，则为爆，判输。在场所有玩家手牌最接近21点，则为赢。这么复杂的赌局，赵姐行吗？不知道，但赵姐的赌资管够。记牌，2副牌加上荷官的排山倒海洗牌术，就算是赌王来了也得认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荷官，去掉前面8张牌。赵小姐，我从来不欺负你，这局我让你任意选择。请下注。那我就不客气。李柱，
10万。我就喜欢跟赵小姐这种爽快人玩。荷官随便给我发2张牌就行。钱。第3张，第7张。2张 K， 哼，运气倒是不错。3。钱。第13张，第17张。他竟然一口气点出了4张 K， 还会记牌，还会记牌。继续吧。抢。第23张、29张、35张、40张。天哪，赵姐这记性，她竟然在荷官发牌的时候把2副牌的顺序全部都记住了，后面直接选出7张家，那不是连赢7庄吗？是庄家太轻敌了，看来这把赵姐赢定了。难道他真将这里所有的牌序都记得清清楚楚？不可能！赌王，看我的继续。9。伙伴，继续。是。我要第45张、17张、58、65张、66张、73张、88张。真是假？和赵姐要和我说的一样，完美赢下第1局赌局。只有第1张牌是21点，其余的19、13、15、16、13、14，这太小了。中间是20点，失掉其余7将，赵姐必输啊！我怎么可能记错牌？就算你能记牌又如何？跟我斗，你还嫩了点。赌王，看我的继续。有。我记错了怎么办？没事。臭二，我让你嚣张，让你这些小老弟给你收尸吧！赵姐，只要庄家不是黑杰克，区区80万给他们了。21点黑杰克牌型 ，A 加任意10点的牌，庄家达成黑杰克，赔率3比2，即100赢150。是否补牌？这么小肯定补啊！不补了。赵姐，赵小姐，这就不补了呀。要是我手上这张牌是9或者是10，那你可就全输了。鬼王啊，这场面上的牌我虽然记错了，不过你那张暗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是一张红桃签。是吗？是吗？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那明明是红桃9的，是你换了我的牌。不是，朱二楼，你疯了吧？我赵姐离你800年，能换你牌啊？如果我赵姐有这技术，直接换8对21点，不好吗？好，荷官补牌，想办法给我补到21点，否则要你去阎王殿报到。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个废物东西！我自己来。鬼娃，这21点自己上手不合规矩啊！要不这样吧，我从来不欺负男人，我就大度一点，我们算平局怎么样？滚！老子什么时候用得着一个娘们来着？这局算我输。第1局算我轻敌，后面2局你别再想赢我。第2局我们玩骰子，老子亲自做庄。小铁，你去医院看一下安安，我不放心，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们一会儿就过来。好。赵小姐，规则很简单，3颗骰子赌大赌小，5家封顶，3个骰子总和大于11点为大，赌对大小者胜。这听起来好像比软牌简单多了。好，就这么玩。既然5家封顶的话，那我就每一家都下，全买小。臭娘们儿，你失心疯了吧？鬼王最拿手的就是骰子，你一上来压500万，你他妈送钱来了你！赵小姐，我告诉你啊，如果在这赌局过程当中没有了赌资一样算输，你可要考虑清楚啊。赵姐，我手上的现金资产一共3700万，只要你需要，这些都是你。买定离手，鬼王，开始。好。一直好远的。骰子每一面的点数都不一样，导致其撞击的声音也不一样。只要能分辨出骰子最后落地撞击的声音，就能判断出点数的大小。怎么会没声音？怎么会没声音？至今无人能解决地转天心，这是乔姐的独家绝技，她怎么会？骰子的技巧并不在于你是否能听得出点数落地的大小，最重要的是你有控制骰子的能力。3、5、1。4、6、2，这就是地转天心。只要骰盅不落地，鬼王有的是办法控制骰盅。赵小姐，闲家武家小，开中。不好，他要变661。每一门我再加注50万。臭娘们儿，既然你都看出来鬼王的这一手地转天星了，你还敢加注？有意思，有意思。赵小姐，之前由于我的轻敌让你赢了，你认为这一局我会没有防备吗？你的纽扣怎么会在我这儿啊？不好，他要变661。每一门我再加注50万。不好意思啊，鬼王，你看我卖菜穿的衣服，它质量就是不好，见笑了，见笑了。赵小姐，看好了，666庄家胜！什么？鬼王，骰子碎了！那这把依旧平局呗。是吧？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骰子会碎掉？鬼王，这个骰子都是咱们赌场统一定制的，这是赌王立下的规矩，我也不知道啊。是他动的手脚。
好！自从赌王入狱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玩的这么爽了。周小姐，这局算我们平局。喂，小天。赵姐，俺失血过多，下了病危通知书，你快来！什么？我这就过来。鬼王，我女儿病危，最后一局，我们10日后再战。走。哎，哥，你怎么把他跑了？成人之危可不是一个男人的作为啊！你放心，他一定会回来的。安怎么样了？阿姐，赵安安家属哪位？谁是赵安安家属？我是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暂时脱离危险，还需再住院观察。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赵姐，没想到入狱10年，你竟然学会了一手蓝道绝技。就是闲来无聊自己研究的，算不上什么绝技。不过今天呢，倒是多亏了你们。赵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滚！别耽误做生意，滚！哥哥，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哥哥，凭什么就看我们年龄小，这居然已经我们一起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饿死了。跟我走，好好的活下去。小心点儿，你们两个。当初要不是你带我们回家，给我们吃食和工作，我们3个可能就饿死在桥墩下了。这以前的日子啊，多好啊！哎，赵姐，你出狱之后为什么不联系我们？我们还想着接你回家享福呢。我不是怕麻烦你们吗？我呀，又没有什么本事，我现在只想守着安安，看着她幸福一辈子就够了。赵姐，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鬼王逼得安安自杀，还差点病危去世。10日后，我要他付出代价。这安安的伤口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出院了。哎呀，这一个个的小馋猫。赵姐，阿婆，你怎么样啊？谁干的？赵姐，是龙头帮的人，他们和鬼王联手了。大哥，不给我黑盐吧！咱俩斗了这么多年，你没想到还有今天吧？有本事冲我来放了他们！今天我可不是来找你打架的，但这3个人我必须带走。你给那个姓赵的带句话，10天之期已到，鬼王约他去赌场，完成最后的赌局。大哥，什么？赵姐，我对不起你，安安他们被带走了，万一他要是有个3长2短，我对不起你啊！他们抓走安安，无非就是想引我去赌场。安安暂时是安全的，上3你们准备东西准备好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鬼王，今天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阿普，这龙头帮是什么来的？他们的打手多是些亡命之徒，凶得很。我们3人在他们手上吃了不少亏，所以就和龙头帮成了死对头。没想到
鬼王居然和龙头帮联系上了，想要一起对付我们。赵书月，赵小姐，难请啊。他们人呢？赵书月是吧？人我已经绑走了。今天你只需要陪鬼王好好玩玩。他给你多少钱？你开个价，我3倍给你，把他们给我放了。我缺你那几个臭钱吗？鬼王已经答应我了，只要我助他赢下这最后一场赌局，那么江城所有的黑帮势力都是我的。他简直无耻！赵小姐，不要生气啊！只要你能够赢下这最后一局，我自然不会让龙头帮动手。请，我们这最后一局到黄金内城。那我们哥几个就等着鬼王的好消息了。赵小姐，前2局都是我规定玩法，这局你想玩什么？我们这儿台酒百家乐，花旗骰应有尽。最后一把，我们就玩梭哈。最后一把，我们就玩梭哈。邵小姐想玩梭哈呀？好啊。不过在我们这个赌场，梭哈可不是一局定胜负，而是赌到最后赌资全无为止。好。哦，对了，赵小姐，你别忘了，之前你只赢了我1局，如果这一局你输了，总比分1-1平局，到时候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啊！哎，徐妹，小田，你卑鄙！赵小姐，你准备好了吗？赌场上最厉害的技巧不是签术，而是攻心。想让他们的性命和一整面墙的金砖，让我从气势上输到赌局，那就如你所愿。赵小姐，请验牌。赵姐，洗牌验牌结束，请下赌注。鬼王，敢拿女儿威胁我，今天你死定了！赵姐，要不咱们别挖了，我为你杀出一条血路，就算是死，我也要护你母女周全。臭娘们儿，这就被鬼王给吓破胆子了。你上次猖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在？
果然头发长见识短，只要随便一恐吓就吓成这样。赵小姐，你现在跪下给我把鞋子舔干净，再让你那3个小弟给我当牛做马，我可以考虑放了你和你女儿，如何呀？你们，我们继续。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荷官发牌。鬼王，今天我就以技反赌，教你好好做人。家儿大，说话。10万，才下10万的注啊！哈哈哈哈哈！赵小姐，你上次1门100万的期货去哪儿了？第一盘而已嘛，试试水啊。继续。家儿大，家儿说话。一张黑桃尖儿，一张黑桃 K。赵小姐，你说我拿同花顺的几率有多大呀？再怎么样也比他那2张天地牌来得好。鬼王，咱们这把稳赢啊！狠狠的下注，就算他弃牌，也要让他大出血。赵小姐，100万，你跟还是不跟？赵姐，放轻松，我相信你可以的。哦，咱们什么轻松啊？1、2、3、4、5，他现在一举一动关系到5条人命，5条。哎，怎么说话的呀？你要是把人家赵小姐给吓晕了，谁来陪我玩啊？赵小姐，既然都是高手，那我自然要在这赌桌上慢慢的征服你。高压之下，人总会出现错误的判断。赵书月，你不是会出千吗？快动手，让我见识见识吧。这一局一定不能输。鬼王，他出现！我看见他袖口里边藏牌了。我没有。没有。各位，出千判输，赵小姐，你死定了！什么？出千？哎，赵小姐，你怎么这么想不开？赌场出千，直接判输，你还不如给我舔鞋呢。哎呀，原本我还想怜香惜玉，可是你不给我机会啊！贱人，你这个臭贱人！这下被我逮到了吧？啊！来人，给我上刀！来人，给我上刀！我今天要先剁你一只手，我把他按着。我没有出钱，我没有。放开赵姐，要看就看我的酒啊！在这赌场里面，谁出千就砍谁的手，这是死规矩。黑阎王，你难道要砸我蓝道的场子不成？来！
他妈犟嘴！我没有出钱，我没有出钱！我住手！赵姐没有出钱，住手！赵姐没有出钱，这不是你们内场的牌，你们凭什么说赵姐出钱？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明明……赵小姐，请验牌。赵姐，可算让我逮到了你了。鬼王，我看到赵书月藏牌了。我确定？千真万确。那我们就逼着他出钱。我明明看见他在内场藏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可能呢？六张姐，这怎么可能？我明白了，这一定是你在外场给我做局试藏的牌，是不是？哼，还不算太笨。金老板，什么叫在外场给你做局？我没有，你怎么什么脏水都往人身上泼啊？这外场内场的牌本来就不一样，我就算拿了外场的牌，这也不叫出千，对吧？鬼王，难道是我的错觉？为什么他刚才说话的时候一点紧张的样子都没有？鬼王，他这个牌，他……你给我闭嘴！你要再说话，我就把你另外那只手也废掉，还不赶紧给我滚过来！我虽然不懂赌，但是他捉错了签，是不是应该看他的招？行了，小金已经被我废了一只手，要是再废掉他另一只手，谁来替我打理赌场？赵小姐，这局呢就算我输，这110万都归你，如何呀？谁稀罕你的臭钱？赵姐，别答应他。成交啊！赵姐，阿婆，相信我，钱比他的手里。我听赵姐的。鬼王，我们继续。今儿大，今儿说话。100万。一个签手最大的弱点就是眼睛，心虚、害怕、狂妄、自负。赌桌上，我阅人无数，看穿过无数前门高手的双眼，唯独他明明满眼的怯懦与恐惧，却还能坐稳这个位置。赵书月，你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100万，跟。200万。跟。300万。
还差一张就是同花顺。看来关二爷今天对你是格外的照顾呀，这么亮的牌，搞得我都不敢下注了。你不敢来，我来。这把牌我梭哈，梭哈。赵姐，你的牌4、5、6、7，底牌要是3或者8的话，那就是同花顺啊。他的牌加 QQK， 底牌最大也只能是个 Q， 那最多也是3条啊，这是稳赢的局面呀。赵姐说得好，赵姐威武，赵姐牛逼！稳赢？你是真蠢还是装的？你就这么确定他这张底牌不是梅花3就是梅花8吗？如果不是，那他这套牌最大就是个单张，而鬼王这边最小也已经是一个对子了。这种情况，他敢梭哈，他不要命了，你也不要命了。赵姐，他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您能不能偷偷告诉我，是不是真的是同花顺？梭哈要是输了的话，那可是我们5个人的命啊！赵姐，您是不是有点上头了？赵姐，要不咱们别说了，万一的……阿婆，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拿你们的性命开玩笑吗？鬼王，这牌跟还是不跟？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击垮你所有的防线。鬼王，你猜，刚才怯懦害怕的是真实的我，还是现在胸有成竹的是真正的我？还剩下最后的致命一击。赵姐，这是江市内能筹到的所有钱，房产地契、借条、点到条子，还有银行支票，一共1个亿。这来得早，不如来得迟，刚好赶上我的一手大牌。我就接着说哈，赌王，桌上的赌资有1亿3千万，你是跟还是不跟？鬼王逼得安安自杀，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小天，你去搜集关于赌场的所有情报，把赌场里面可以动用的全部资金给我调查清楚，我要确切的数据。是。徐妹，你去筹钱，务必在赌局开始的时候让人把钱给我送过来。记住，送过来的钱一定要比鬼王那边的钱少上1000万。为什么呀？跟不上赌注的人，这不是直接判输吗？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用钱压？狗急了可是会咬人的，只有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一丝希望，才不会彻底的奋起反击。什么呀？鬼王，咱们那场所有的钱加起来也只有1亿4千万了，这把如果输了，咱就只剩1000万的赌资了。你怎么敢的你？他刚才不是已经被5条人命吓破胆了吗？怎么突然又如此自信？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他刚才不是已经被5条人命吓破胆了吗？怎么突然又如此自信？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明明是红的好久的，是你换了我的牌。既然5家封顶的话，那我就每一家都下，全买小。才下10万的注啊！哈哈哈哈哈！赵小姐，你上次1枚100万的期货去哪儿了？这一局一定不能输。一开始的胆大肆意，到后面的胆小怯懦，他那么在意赵安安的生死，没有100%的胜算，他绝对不会赌上赵安安的性命。没错，刚才的慌乱不是装的，他一定是出钱换走了最后一张牌，这副牌一定是同花顺，跟注肯定要输，但弃牌我还有1000万，只要有本金，我就还能赢回来。我弃牌。赌徒最可悲的心理，就是觉得自己一定能东山再起。到了弃牌这一步，你已经输了。鬼娃，确定弃牌啊？确定。鬼王，从你弃牌的那一刻开始，
这场赌局就已经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了。赢家说话，请下底注。也就1000万。你前几注下的都是10万，现在知道我们就剩1000万了，你就下1000万的底注，你故意的吧你？哎，故意的又怎么样？有本事你们也拿钱呀！我赵姐现在可是赢了2个亿，有本事你们也拿出来啊！这把我一定赢。好，那我就跟1000万抵住。下了这1000万，你可就没钱了。看你后面怎么玩，跟不上注，你可就算认输。小金，去把旧京赌场的转让协议给我拿过来。冰雨来了，鬼王最大的底牌。鬼王，那可是本王乔姐留给您的国内最大赌场，您确定？别废话，赶紧去拿！别废话，赶紧去拿！鬼王，这个协议我押2个亿。赵书月，今天咱们好好玩到底。继续。今儿大，今儿说话。 5000万，跟今儿大，今儿说话。 5000万，跟今儿大，今儿说话。还是5000万。再给。这怎么回事啊？4个 K，4个家，你洗没洗牌？你会不会发牌呀？废牌堆里已经出现3张尖，最后5张尖也在我这儿。赵书月，这把我看你拿什么赢我！收啊！既然鬼王那么爽快，那我也得爽快点了。开牌。我们赢了！这赵姐的5个 K， 怎么比得过鬼王的5个尖吗？完了，这下是真的输了。我的命是赵姐给的，没有赵姐，我们早就死了。就当是给赵姐还恩情了。就差一点，我真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姓赵的，你已经输光了你所有的钱，还有这最后一局，那我们是不是要履行赌约了？哎呦，你的女儿还有你的这3个小兄弟，我应该先杀谁呢？我就看你不爽。输你了！慢着，对吧？
我看你那个红桃尖怎么那么熟悉啊？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哎。可是那又如何呀？一共2副牌，发出2张一样的，这不很正常吗？是。不对呀，之前这废牌里面有3个家，现在只有2个。哦，你们出钱！我算是明白了，你让你们赌场的荷官把废牌堆里的家收回去，重新又发给你。高，实在是高啊！鬼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明明给所有的尖都做了记号的，最后一张怎么不见了？现在只能从废牌里换一张尖了。这怎么回事啊？4个 K，4个家，你洗没洗牌？你会不会发牌呀？你这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这个牌堆里面有一张红桃尖的，你为什么要从这棋盘里面拿？我们明明可以赢的。鬼王，这里面真的没有最后一张牌。这属于你偷走的那张红桃尖儿。鬼王，昨天拿赃污蔑可trả不出代价。难道你那把牌不是同花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不可能！妈，那副牌不是同花顺，你骗我们啊！在赌桌上哪有骗子一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副牌是同花顺，是你们自己没有胆量和脑子。骗我！你怎么敢拿你女儿的命来当赌注？如果当时我执意要开牌的话，你女儿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江湖千术，观牌、观眼、观心，只有骗过了自己，才可以骗过所有人。小姐，你又输了。江湖千术，观牌、观眼、观心，只有骗过了自己，才能骗过所有人。记住了。你身上有她的样子，你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卖菜大妈。你到底是谁？我啊，就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啊，就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家安安从小吃了很多苦，你们这人敢动他，就应该想到今天的结果。阿婆啊，鬼王他们抽签按照蓝道的规矩，应该怎么处置？龙头炸死。鬼王，我敬你是个人物，你不会不敢吧？赵小姐，不，姑奶奶，这些赌场还这些钱都归你，这事跟我没关系啊！你别动我手，我求你了。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输！我怎么会输的？鬼王，时赌时输，不赌为赢，你是当真不明白。老子愿赌服输！
知道的，咱们的事每晚给我等着。哎，看见了吗？这就是赌场。妈，我以后不赌了，我都听你的。安安，看见了吗？这就是赌场。妈，我以后再也不赌了，我都听你的。行，你没事就好。安安，你的耳朵是妈妈对不起你。安安。能不能管管你家孩子？大马路上乱跑，不要命了！妈妈，你怎么了？没事，安安没事就好。小天，用这些钱去找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生，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我也要治好安安的。好。至于那个赌场嘛，关门大吉吧，再把那个地契去拍卖。什么？这可是个聚宝盆啊！赵姐，您刚到手就要卖掉？赌场赚的是人血馒头，我要不是为了救你们这几个呀，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赌。行了，安安，回家吧。走。小陈，3年了，你一直隐藏身份，在各个赌场之间游走调查，发誓要将所有赌场一网打尽。现在你可要收网了。没错，我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他一定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赵书月，江氏人，10年前因为仙人跳被捕入狱，在他服役期间，和曾经的赌王乔姐一个牢房。他天资过人，这10年间已经从乔姐那里学会了不少签术。而就在今天，他打败了鬼王，营造了乔姐那里最大的赌场。我相信有他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你也知道，赵书玉跟乔姐当时可是狱友，你怎么敢保证赵旭会帮你，而不是赌王？再过几天，乔姐可惜也要出狱了。赵阿姨她谁也不帮，她只担心自己的女儿赵安安，所以我需要组织的帮助，帮我找到顶级的外科医生为赵安安治病。好，我相信你。妈，今天晚上我想吃饺子，你包的饺子最好吃了。好，你这个大馋丫头，妈马上去给你做啊。妈妈最好了，以后我要跟妈妈好好过日子。哟，总算是懂事儿了。乔姐，哎，书月，好久不见哟，这位就是你的宝贝女儿安安呀。哎呦，是比照片上更可爱。妈，他是谁啊？赌王，乔姐。赵书月，旧京赌场是我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出狱正准备靠他养老，你竟然用我教你的签术，这个大强子还要换掉！
当初我教你签数，可不是上就来打我的脸的。乔姐，是他们先动我女儿的，我是为了救人。妈，你凭什么这样？你不过就是我在监狱里边养的一条狗，教你点本事，还想咬死主人。乔姐，那这件事儿您想怎么处置？明天来旧兴赌场跟我玩一把，赢了你就是下人赌，我手上的所有资源全都归你。输了，就把旧兴赌场还给你，再就是把你的宝贝女儿嫁给鬼王，就当赔罪吧。你要是不来的话，我有100种办法能悄然生息的消灭你。妈，现在怎么办？明天真的要去？赵阿姨，我想跟你谈谈。谈谈。他是警察。凌晨，那个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妈累了。小陈，你来是为了小姐的事儿吧？你来是为了小姐的事儿吧？你想让我参加明天的赌局，帮你们捣毁旧金赌场？没错。可是我妈已经有旧金赌场的地契了，你们直接把赌场查封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让我妈去以身犯险呢？乔姐的手下遍布全国各地，但这一次乔姐亲自上场的赌局，他们一定会全员出动。我们要的不只是查封赌场，更是将这些人一网打尽。我不想赌，我只想和我的女儿安心的生活。这场赌局不管输赢，我们会绝对保证您的安全。结束之后，会带着您和安安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生活，并且我们承诺让世界顶级的外科医生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安安治疗耳疾，保证她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对不起，赵姐，我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也没能找出那个能为安安做手术的医生。他为什么要拒绝啊？他脾气古怪的很，他只愿意接收他愿意接收的患者。我们打听不到为什么。你们能100%的保证治好安安吗？好，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好兆头啊！地契带来了吗？炸金花，索罕，你的牌局我都听说了，好一手攻心计。乔姐过去。既然你的女儿安安也来了，那今天咱们就比点不一样的，如何？你想怎么玩？骰子是最能体现技术玩法，我们就比骰子。好，妈，千万小心。放心，一切交给我就好。你的技术都是我教你的，就不用藏着掖着了。我们单排最大，我们抢先手，如何？好。你的技术都是我教你的，就不用藏着掖着了。我们单排最大，我们抢先手，如何？好。这是乔姐经常和人对赌的常用手法，只要抢下先手的玩家就能在骰子的基础上定制规则。乔姐的无影神手从未失败过，只要抢下最大黑桃 A， 这场赌局就算是赢了。
好，黑桃尖，妈，你可以制定有利于你的规则了。啊，黑桃尖在我这里。怎么会这样？他把牌抢走，可我明明看到了呀！乔姐果然厉害。说吧，什么规则？既然是玩骰子，那咱们就比骰子的大小，3局2胜。这一把比小。开口，开口。六子一线天，只有1个点数，这是最少的点数。赵书月，你在我这里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你觉得作为赌王，我会毫不吝啬的将自己所有的招数全部都交给你？骰子居然碎了，1个点数都没有，是乔姐赢了。不愧是赌王。妈，你真的有把握能赢过他吗？没有，赌王就是赌王，他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功夫，不是我10人能够学会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当然是洗干净了，当我的女人。赵书月，现在认输还来得及，看在咱们10年朝夕相处的份上，只要你将赌场的地契主动还给我，然后成为我的手下，为我卖力赚钱，我就能放过你跟你的女儿。为你卖命？当初我出狱的时候，是你告诉我不要以赌为生的。这前门的规矩，我早已告知过你，10赌10输，不赌为赢。虽然你已经学会了轻术，但出狱后断不可以赌为生。记住了吗？我赵书月发誓，这辈子都不会以赌为生。大家听到了没？他竟然相信一个赌徒说的话！赵书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准你出狱后以赌为生吗？因为我记得你的天赋，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天赋异禀的前生。赵书月，到。既然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就在这里好好改造吧。新来的，喜欢？给你玩玩，给你玩玩。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来。你天赋过人，曾经我也有意无意的试探，想让你加入两道，可你满心满眼都是你的女儿。若我放任于你这样一个不听命于我的出千高手步入我的蓝道，却不上魏小赌王的位置，这一把比大，你必输无疑。客官，我拿副新的骰子。赵书月，
曾经我有想过出狱后将你培养成我接班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出狱后你竟然给我如此大的一个惊喜。赵书月，我能教你千术成就如今的你，同样我也能还给你。6个6，6个1，乔姐，好手对，最大总数为42，这我也会。不如这样，乔姐，我来摇骰盅，你来猜里面的组合。如果你赢了，一起归你，我也会安安嫁给对方，如何？乔姐，你可别被他给骗了，他狠起来连自己女儿的命都不要，而且他不可能要出42命。你，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我的招数，赵书月，梁宇就是个祸害。骰子可是我的强项，你确定要挑战？最后一局，一把定输赢，我赌上我的一切，也要打败你这个赌徒。好，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来。客官，给我6个12面的骰子。实不相瞒，学艺不精，我和乔姐一起来猜这个骰盅里的总和，谁更接近实际的数字，谁就赢。正常人能将6面6个骰子的落地声音能听清，已经是难上加难。在场的除了乔姐和这个女人，没有人能做到。他竟然想和乔姐挑战12面骰子，这12面骰子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破解它的玩法，连乔姐都不能，他能啊？不可能，乔姐不可能输给这个乡野村妇。我明白了，他是在签术上赢不过乔姐，他想跟乔姐赌运气。你觉得6个12面的骰子到底是几？妈，我怎么会知道啊？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啊。会不会已经无所谓了？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数字吧。那就56。好，那就56。他竟然问一个什么也不懂的黄毛丫头。看来鬼王说的没错，他已经自暴自弃，准备和乔姐赌上生辰八字了。赵安安，就你妈的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控制连乔姐都无法预测的12面骰子？为什么不能？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6面骰子每一个点都是原点，从1到6，彼此之间产生微弱的摩擦，但是那个声音固定。没错，能抓住这么微弱的声音，已经是难上加难。但是这12面骰子可不一样了，它是由阿拉伯数字1到12来组成，彼此之间的摩擦根本没有迹可循，所以妈这是在赌命。赵书月，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他们说的对，既然在签术上赢不过你，那我就和你赌命。今天我就要看看我和你的八字谁更硬。你好，我跟你赌。既然比运气，那就来吧。我赌49点。我赌49点。
1+8+9+10+11+12等于57，竟然和那个丫头说的只差1点，这不可能。这绝对不是巧合！你能掌握12面骰子，你出钱！乔姐，赌场是你的，人也是你的，我怎么可能会出钱？我是赌王，我怎么可能会输？一定是你在里边做了手脚。来人，把他的手给我对过来！住手！谁敢动赵姐？警察，对不许动！赵水月，你一个牵手，居然联合警察来对付我，简直是可笑！乔姐，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没杀人没放火，你凭什么抓我？乔姐，那么多年，你还是不知悔改，在牢里坐了10几年，你仍然不清醒。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酒精赌场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3个加2，我赢。张家胜1把3500万全都没有了，这是我借的高利贷啊！完了，还不上去，会活活打死我的！既然没钱了，那就用命来抵。能？回去，抬出去，把它打扫干净。下一个。 15年前，你被捕入狱的前一天，我爸就是被你活活逼死的。为了亲手逮到你，我等了那么久，终于让我等到。赌王乔姐因涉嫌私设钱庄、贩卖人口，致上百人死亡，现依法进行对你抓捕。你们一个正义执法，一个以纪贩毒。败在你们手里，我认了。那么多年，桩桩件件的惨案，你可曾有过一次后悔？抓走！小陈给安安安排了治疗耳疾的手术，你可漂亮不？你处理完这边所有的事儿，我们就一起去国外，一家人呐，好好的度个假。